成功入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。然后今天是我们移居荷兰之后第一次回台湾，然后又回荷兰，然后想说打铁趁热，把这个现在的一些心得给记录下来，特别是携带一大堆行李，然后又带着2个小朋友，然后一些经验跟感想。那以我自己来说，我觉得相对上一次好像顺利了一些，然后也知道比较多make up一些眉眉角角。我觉得最主要差别是我们已经知道荷兰机场这里的状况了。对，就是也比较不会那么慌。对，然后一些前置的动作都可以先做。像什么？你等下就会分享了吗 ？OK 啊，好，没有，我们就照时间轴来大概分享一下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回来的行李会很多，所以我们就直接预定了类似就是计程车的服务，我们就没有想说要搭火车。应该是说，到荷兰之后，你要到你的住处，大概不外乎有3种方法，一个就是搭大众运输工具，一个就是你请朋友载，一个就是叫计程车。对，那我们行李非常的多，我们基本上这次就是请朋友载是不可能的，然后搭火车也不是不可能啦。通常如果你朋友是厢型车，原则上是载不太下。因为我们是总共4个人嘛，所以应该会有大8件可以托运。那如果你真的是载好的话，一般厢型车是载不下的。对，然后搭火车，听说高手是有可能。但我们是有一个朋友带了一个小朋友，然后拿了7件行李，不是也这样搭火车的吗？对，技术上我由衷佩服他们。技术上可行啊，实务上挑战很大。因为他们好像反正就是我也是蛮想挑战看看。而且你的那个问题会是你的住处离火车站也不能太远。不然你有一段势必要转公车什么的。对，就是你到了火车站之后，你到达你目的地的火车站，除非你住在火车站附近，不然你应该也是转公车嘛。你即使步行，你拉个7个行李箱，走5分钟，你会想哭吧？对。还有这是第4个方法，自己租车。对。但自己租车的问题就在还车一个是还车，一个是你这么长途跋涉这么远，还要自己开，也是累很远。所以我们就选了剩下计程车这条路。那预定计程车这件事情也是有 make up 的。我们上一次就被放鸽子，就我们落地荷兰以后有了网路，然后开始要联络，才发现被放鸽子了。他们那时候可能刚好圣诞节档期什么的。这2个差别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上次被放鸽子，这次就因为我们这次预定，它在你接送你的24小时左右，你就会得到司机的资讯。同一个平台吗？不同平台，我们是用不同平台。OK， 对。那我要讲是，不管你哪一个平台，你只要有办法提早得到司机的联络方式，那就很有帮助。因为你只要把手机输入 WhatsApp， 因为在荷兰大部分是用 WhatsApp，所以你只要把手机输入 WhatsApp， 你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提早联络到这个司机。这是你自己这次，然后你在平台上就已经得到司机的联络方的电话，然后你把他自己输入到 WhatsApp 里面，是不是？然后就真的就是联络到司机。所以他不能在 App 里面做这个事情哦。它不是 App， 它是网页。网页，它是在一个网页上，我们是在一个网页上订这次计程车的。对。然后那订完之后，你会拿到你这次司机的联络方式，就是你接送你的那个时间点，24小时左右才会拿到。然后我在台湾还没上飞机的时候，我就先跟他 say hello， 说我们等一下搭飞机啦，然后明天见等等的。对，就是确保他有联络上。然后甚至我们行李都打包好，在机场要出发的时候，我先把拍照给他看，所以我们东西有这么多，那是不是 OK， 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处理？应该说，在一般订车的时候，你会先跟对方讲说，你大概行李应该有多少了。但因为这个，我们最后超出我们当初所定的。因为你不管用哪一个订车平台，都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在输入行李个数或数量的这个时候，很多资讯是很暧昧的，或者他没有强制你要。什么意思啊？例如说，好这样说好了，例如说我这次订台湾那边机场接送，他会叫你输入行李个数。然后他会写说，一台车最多就是6件行李。那6件，它不管你大小就是6件。可是你也知道，规定是这样，实务上怎么可能这样？我实务上少带一个大的，可以抵2个小的。对，所以实务上到底可以装得下几个行李，跟那个表格的栏位可以怎么填，完全是一件事情。所以就是他不会写说6件可能29寸行李箱，他不会写这么明确，而是直接写件数。就算他写6件29寸，那假设今天我5件29寸，我再加2件登机箱，那是可以还是不行？你在表格上可能还会说不行，但实务上可能就是可以。对啊，所以我说类似这种很暧昧的状况，像我们不是用行李箱，我们用箱子，那怎么算？对啊，所以这种资讯是你在订那个平台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输入的。因为他
平台上就是没办法给你输入。我以为它会是你订好，然后它可能有个备注表格，你就可以写说你东西大概多少。有备注表格。对啊，但怎么说？我还是觉得你没有真的联络到那个司机，你自己是没有把握可以确定这件事情的。对，甚至你写说我需要2个7座，对，司机接单以后真的会带2个7座来吗？也是不一定。就有事先如果有联系到司机，其实很多事情你行李不确定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被放进去车子里面，或者说在哪里碰头，那可以提前先联络上，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可能出包的情形，或是会让行李比较安心一点了。那讲完预约计程车这件事情，接下来就是托运行李。我们现在行李有点多，应该说比上一次还多。不知道到荷兰会怎样。上次你就说我们初到荷兰的时候，对，比初到荷兰还多。因为我们这次8件托运，7件手提。7件吗？对啊，总共15件，加他们小书包，对，7件手提。好哦。对，好，到荷兰看看怎么提，看怎么提。现在用了4个行李推车，给我拍一下，4个行李推车在这里。一个大概就放了3件，然后我们更别提我们还带2个娃，2个，他们如果可以蹦出来的行李，如果他们可以自己推一台，打个招呼吧。嗨，我要回荷兰了。我们是坐华航直达阿姆斯特丹的飞机，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华航这样子，就是我们提前先线上 check in，24小时起飞，24小时内就可以先线上 check in。那一旦先线上 check in 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某一个柜台开始做列印登机证啊，然后托运行李这个动作，就不用等它正式开柜。也就是说我们在起飞前4个多小时就已经到机场，就可以把行李先挂上去，然后去吃晚餐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我们这次托运有一个插曲，就是我们忘了，我们那时候就知道托运行李很严格，就是1件就是23公斤，不能超过，你不能一个25，一个22想要用补的，对，不行。所以我们这次托运行李都已经准备得很好，每一个都是23公斤以下，然后托运很顺利。但唯一我们漏掉就是忘记去称我们随身的行李，因为我觉得里面那一个其实只放了衣服，我没有想到衣服可以这么重。另外一个就是玩具，对，有可能箱子本身也蛮重，还有就是笔电。然后就一下就超过7公斤，对，就没有称到。对，原则上好像只有行李箱，就登机箱，还有一个大的手提箱，就是比较大件的会比较有机会被要求。可是我们的后背包其实不小，对，那运气啊，但是规定就是说登机行李就是7公斤，对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登机箱。加你一个小背包等等的，对，不一定小吧，就是随身包，就大家自己看规定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总之我们这次也是托运非常多的行李。那我们在台湾这里的时候就很担心，到荷兰落地怎么办？主要只有2个人，要带2个小朋友，对，怎么带这么多行李移动？对，主要最大的关卡就是从那个行李托运转盘，然后要到我们上计程车，就那一段。对，好，那托运完了以后，我们就是飞到荷兰嘛。那接下来就是讲飞到荷兰以后，就是你刚刚讲那段，从托运转盘怎么移动到计程车的位置。对，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落地的时候也是蛮紧张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是带了8件行李，托运也是8件，然后主要是4个大行李箱，然后2个气座，然后上面是有绑东西的，然后2个那个推车上面有绑东西，所以它形状并不是这么的规则，然后也没有那个就是那种不好堆叠，对，不好堆叠。另外那个也不好拿，对，没有实体点，对，而且没有轮子啊。那另外4个没有轮子，然后到那边就是一样，就是会有我们2大，另外2个是随时会变成行李的状态的2个小朋友，对。这边我顺便补充一下，你刚刚说那个没有施力点的问题，这次我们虽然是用邮局纸箱，因为纸箱其实它是一个很难施力、很难搬运的东西，所以我特别用胶带做了一个手提把。我这次觉得真的蛮重要的。就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抓着那个手提把在拉那个纸箱，即便它可能很重，但有时候就是一下子这个巧劲，对我觉得蛮重要的。当然上下，你只要是搬运它，就蛮适合。对，有一个施力点。对，蛮重要的。
食物店行李。来我家，这不是我家。你们两个哪一个人要推哪一个行李箱？你可以自己选。我要推，我要推这个。这个嘞？我要推这个妈妈。好。然后这爸爸。好，所以按那个。哦，别啦，这个。爸爸，你是这个有爸爸这个给。好，然后这一次我们行李感觉比上次还多，但蛮意外的是，我们从托运转盘移动的那过程反而是比较顺利的，因为就是刚讲的关键是它可以堆叠，可以很稳固的堆叠。24小孩也可能小孩帮忙一点，对，变比较大了，比去年长了1岁。所以至少一个人可以帮忙，可能我觉得推一个行李，无论他有没有推，至少他可以自己走。对，我觉得这有差很多。对，小朋友推行李慢慢走。安，慢慢走。Hello. Where's your flight from? 台湾。Okay, just stand up the luggage, please. Okay. Yes. Oh. Come. Yes. Okay. 走。你拿完托运行李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要入境吗？对，走那个入境，那不是就会有分2道，一个就是你要不要申报，另外一个就是不用申报。我们通常就是走不用申报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看我们行李很多吧，不知道，他就叫我们被我们拦下来，叫我们去走那个要检查那一道。对，可是还好他的检查那一道是 X 光机。对，还好不是像我以前印象中，就是你要每一个就打开来行李箱，不是，他就是叫我们所有的行李再上 X 光机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好不容易把它全部上到行李推车了，我要全部卸下来，然后就2个说那个还好他们是，就是我们有稳定的堆叠，都已经想办法堆叠好，就拿下来，刚忘记怎么叠了。对，然后真的就是对啊，可是还好没有插曲。因为如果是纸箱要开要合起来，那很麻烦因为我们也没有随时有那个胶带或剪刀。对，不过就是还好，就是一个小插曲。对，就是他是先用 X 光机先看，如果有问题才真的叫你打开那个行李箱。那原则上我们是还算都没有问什么问题，就出来了，就入境了，成功入境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落地，还有一个很担心的事情是，我们用那个机场的行李推车，能不能把行李推到计程车的地方？会不会到某个地方推车就要先收钱？那个机场推车就要先归还，那这样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。对，那后来实测结果就是推车都可以一路推到你要上计程车的位置，对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阿姆斯特丹机场的话，原则上你如果是入境，就等于说我们抵达荷兰之后，你要么是在他们是我们的1楼就叫0楼，他们是0楼，再就是1楼，大概就这2个地方的外面会有。跟你车子对，那0楼的话，外面原则上是比较像公车、客运的那种大巴士。对，那如果像那种计程车接驳的话，通常会是跟你约在1楼。但因为我们大部分是这样子，但就像刚刚崩溃爸先建议大家的，如果是可以跟 WhatsApp 先跟司机联络上，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，像我们这次就可以知道说，我们是约在1楼的哪一个出口，对，哪一个出口？对，哪一个出口？因为它1楼也好几个出口，虽然就像你1航下、2航下，它就是一长排嘛，但是它出口有好几个，出入口有好几个，那你就可以知道你是在哪一侧，这样就蛮明确的。那我们第一次的话，就是被出包那一次，是我们跑上跑下还找不到司机之外，我们后来那一次是在0楼的外面，对，在0楼，约在0楼外面。对，所以跟司机约大概几个关键，就是0楼还是1楼。但我们入境荷兰的时候，他会过一个有点像马路的，他斑马线。就是如果你就算已经约了0楼还是1楼，然后约了哪一个出口，这样其实还没有这么具体。因为你那个出口出去以后，还有好几个类似安全岛，月台啊，好几个月台那种感觉。对，尤其是0楼出去，我也记得好几个。对，所以2、3个的样子。对，就看怎么约，可能是找车牌啊等等的。就是大家可以知道，就是说他出去之后不是。门出去就是接驳的地方，而是它可能还会过个斑马线，有好几个有点像月台，对的地方。对，然后讲到出口这件事情，阿姆斯特丹机场出口基本上都是大型的旋转门。我觉得真的是，他们好像是因为风，对，因为风很大嘛，所以他就得这样设计。可是你知道，拿那个行李推车，因为行李推车是你要压，就跟台湾一样，压了以后才能推的那种。然后你又觉得要带2个小朋友，然后经过，然后你的行李又堆叠，然后你行李如果碰到旋转门，可能又倒了什么的，真的是狼狈到不行，真的是。所以那一关感觉是，我觉得那时候蛮大魔王的。对，那好像在玩某一个游戏一样。对，那一关也是蛮挑战的。对，0楼的我记得是双层的，就是旋转门好像有个旋转门，对，像个8一样。
哦，对对对，然后零楼的2个旋转门接在一起，对，我那个跟玩电流机器棒一样。没有那么夸张，但是就是那感觉，就是当你东西很多的时候，然后2个小朋友那边跟说：“哎呀，累又走不动了。”你就觉得那看起来特别的难走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讲，我们怎么走过那个旋转门。对啊，那个需要分享吗？还好，那个就是凭实力，没什么分享。那个就是我们后来怎么走？就是你顾着他们2个，然后推一个。哦，对啊，那个就是对大家看各自状况凭实力，对只是在预告说有一个这样的挑战而已。旋转门啊，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，那个阿姆斯特丹的机场的那个行李推车，它的容量大概跟台湾的差不多，我觉得是同一个规格，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以那个去预想一下，在台湾模拟一下，对，怎么去装，对啊，哦，然后补充，你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剪进去啊？就是 Skip 机场你没有那么容易找到泡奶的热水，所以如果你有需要，你一定要在下飞机的之前，请空姐先帮你装好，你再下飞机。对，不然你到时候下来要找泡奶热水啊什么的，会挺麻烦。对，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的时候，小宝还要喝奶奶，我们就去商家要，但是他们通常不会免费给热水，所以我希望你有消费。对啊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这次等计程车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。对，然后上了计程车，反正是上了计程车，在路途中遇到一个小插曲。对，就是我们计程车被警察拦停，而且拦停它不是拦在高速公路路肩，是拦下交流道。它是有一台警车，对不对？你有看到一台警车？我说有警车那我不以为意，继续然后呢？然后殊不知司机就说：“我们安全带都有系，该系的有系好吼。”他说要警察拦检咯，才发现原来是那个警车不知道怎么跟司机可能用闪灯的方式，请他下交流道，对，而且是下交流道，对。然后接下来警察就上来，主要是寒暄一下，有上来哦。没有上那个副驾跟驾驶他上副驾，他跟我们是寒暄一下，我们从哪里来啊，什么等等的，对，还好吗？这样子，对。然后等到我们抵达以后，我才问司机说，刚发生什么事情？是不是违规啊？等等的。他说，不是，就是因为他的车牌是计程车车牌，蓝色的然后就是他们会随机的拦下计程车这种车种，然后就是检查一下状况啊，等等的。对。然后大概就这样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我这里要讲的是，就是你在订计程车的时候，你可以确定它的车牌是蓝色的，也就是它是合法营业的计程车，而不是什么白牌车。对，因为那时候警察问我就想说，会不会我不小心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资讯？他问你什么？没有说我们从哪里来啊，就是因为如果在台湾拦到白牌车，然后你还跟他说我刚叫计程车啊什么的，那计程车司机就死定了。对不过他那个车牌是蓝色的，表示他是就是计程车，就是真的计程车。对，因为计程车的那个婴儿安全座椅的规定也比较不一样，就是比较宽松一点。对，台湾的计程车好像也是宽松一点，就比你自己开车载小朋友宽松一点。对。然后我记得我上次有查那个资讯嘛，好像130公分以下小朋友还是135要跟家长一起，就是坐在后座抱着，然后以上的话你就以上或是3岁以上就可以自己坐，可以再看我们的粉专。对，反正规定相对宽松，就还好。对，然后我这边主要还可以分享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行李量跟我们计程车预约到的车型，大家可以去衡量一下，如果是你们的状况，行李能不能全部放得进去？可以想象一下。我们上次第一次就是在刚抵达荷兰的时候，4件大行李加2个汽座跟2个轻型推车，没有，不是轻型，一个比较大型，一个是轻型的，好像也是类似这个款式的，同样的，它算是的箱型车，小巴了吧？小巴的大小，那里面座位的话，其实应该6个大人没什么问题对不对？6个座位吧。我觉得简单这样说，就是如果是4个人，然后你的行李是带好带满，这个车应该这是可以，对，就是可以，带好带满可是如果我们3个都是29寸的行李箱，这样是放得下吗？我觉得还是有机会，吧，因为其实我们旁边也可以塞，对，是可以塞，对，其实应该也是可以塞行李的。大家就是可以看我们影片去衡量一下，对，大概可以估算，大概比较有个底吧。对，我们影片应该也有那个台湾那一端的，台湾我们叫2台计程车去装这些东西，大家也比较有个底，说你要叫多大的车，台湾的时候可以叫什么样子，在荷兰的时候可以什么样子的。然后价钱我分享一下，如果是从阿姆斯特丹到 Eindhoven 这样的距离，这样子的小巴的计程车的费用大概会落在200到300之间，就是单程。那这个range蛮广的，因为我在不同的平台看到价差是真蛮大的，对，甚至有低于200的，也有超过300的
超过300的也有，不过我觉得大概就是落在200到300，这个范围了。如果你真的200呢，就是运气好，很便宜。我还蛮喜欢这次，这个平台的体验的，这样感觉。对，那这个司机说他自己住在 Eindhoven， 如果我们以后有需要，可以直接找他就好，可能可以少一些平台抽成费用。有可能，我们把世界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放，但不能也可以，我不知道，也可以直接联络我们，因为放就变成留他的电话在下面。好像有点在各自。好，那私讯我们好了。对，如果需要再私讯我们。对。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就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你的小铃铛。See you， 拜拜。